然后呢，今天的接下来这一段部分呢，我会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我们产品在软体设计上的一些 idea。那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刚一直提的是 Sony Essence。那我们在硬体设计上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卡在 PC 里面发出好声音，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那大家可能清楚说，我们的 Audio， 它在类比，就是它的 Analog 的状态下面，其实它是比较脆弱的，它很容易被干扰，然后呢，它很容易衰减，它很容易被影响。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卡的硬体设计，从这个黄线的部分就是数位音讯的路径，它从华讯的晶片里面出来之后呢，它会到我们这个 Burberry 1792的 DAC， 接下来它被转成 Analog 之后，就会到我们的 Line Out 的耳机输出。当讯号一变成 Analog 之后，我们立刻在这边就有一个老虎图腾的 EMI 遮罩，把它整个屏蔽起来。所以说呢，相对于一些把整张卡都屏蔽的设计，因为这一张卡它最重要的就是 RCA 跟耳机的类比输出，所以我们只屏蔽这个部分。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个音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Hyper Grounding 的布线技术。那么什么是 Hyper Grounding 布线技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是一般 PC 机壳内部的环境，这是一个横切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底部的地方就是我们 Audio Card， 然后上面还有显示卡，还有 CPU、Cooler、Power 等等。那么在机箱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噪音，它从四面八方走过来。所以说，以音效卡的角度来看，它从左边会有，它左边会有一部分的杂讯，右边也会有一部分的杂讯。那我们这个技术是什么呢？接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黑色的 EMI Show， 它挡住的是从上面这张图右边来的 noise， 那从这个方向过去的呢，其实最能够直接阻挡的就是 PCB 本身。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 PCB 多层板的技术已经蛮成熟了。那我们呢，我们是第一个把多层板 PCB 它里面的部分层数把它做成 ground， 所以呢，它可以挡住从机箱里面来的另外一个方向的 noise。那当然，那很多改机的人，他们更会自己在 PCB 的另外一侧，他会贴上铝箔等等，那我们再去做更深一层的屏蔽。那当然，使用多层板 PCB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布线呢，实际上它会让整个走线变得比较复杂。那同样的，也是因为我们华硕其实在板卡类我们有20几年的经验，因此我们在 layout 上面我们才能够做到用 PCB 作为屏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独家的技术 Hyper Grounding。OK， 那除了硬体的布线之外，接下来要跟各位特别强调，相信各位也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 logo， 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强调品质的公司，因此我们不仅要射出好听的线路。同时，我们要确保每个人买到的每一张Sony音效卡，它的 quality 都非常棒，都非常的 consistent。因此，我们在用料上面下，除了挑好料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挑稳定的料。那这边图呢，就是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一般厂商进料的标准是怎么样？比如说一颗电容，一颗电阻，它阻值是10K， 那进料的时候，它可能厂商它一般的标准是说我正负1%。都视为是 OK 的，就像这样。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的线路会做到，即使它的进料超出了这个标准，就是正负2%的部分，我们线路都可以 tolerate。就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能够做出符合我们 spec， 而且声音一样好的产品。只是当厂商料件进来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他们做到只有0.1% 的误差值。换句话说。我们会不但我们的线路能够容忍它很大的误差值，还要求它的料件来的时候就必须帮我们收集过，必须非常的稳定，所以这是一个品质的双保险。那也是我们对于所有购买我们音效卡 user 的一个 commitment， 我们的东西一定很好，每一张都一样好。那在我们老虎卡上面的这个 FineGo 电容，那也是很多报道的重点。那其实为什么会选用 FineGo？ 其实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音响电容可以选用，所以我们会选用 FineGo 的原因，就是因为说在声音好听的电容里面 ，FineGo 是可以达到我们对品质这么龟毛的要求的一个料件，因此我们选用它。所以其实我们在选料上面，其实我们不只是看
单纯看 quality， 然后还要看我们的。那当然，我们另外呢还帮Essence 设计的可以外接的电源，可以改善音质，然后提供升级的特性，还有呢 OPM 的插槽，那你就不需要再使用焊枪，只要用小钳子、小工具就可以做更换。OK， 那以上是硬体的部分。那接下来呢，今天装饰软体的部分呢，我们很高兴请到就是华讯的李建荣资深经理，然后来为我们做介绍。大家好，那在我介绍这些健身的技术问题之前，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现场朋友们，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发烧友啊，有这么多的音乐爱好者，那他们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可能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买这些像 CD player 这些扩大机或者这些喇叭？是什么动力让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些设备？大家各位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得知的结果是说，他们想要把原音重现，他们希望呢可以把演奏会或是演唱会这样的聆听感受复制一份到自己的家中。OK，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就是说，针对原音重现的部分，我们这边包括硬体上跟软体上做哪些处理。首先是硬体部分呢，这是一般的音效卡的部分啊。那音效卡的 IC 呢，可能就它的 plug 输出可能就直接接到所谓的类比数位转换器，就是一般的 DAC。那我们的部分呢，我们会增加一颗 Reclug module。这个 module 呢，会把 plug 重新调整过，产生一个更精准的 plug 给后面的数位类比转换器使用。那 Jitter 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以实际的数据看到呢，是讯噪比的下降，还有谐波失声的增加。那以实际的听觉感受呢，可能是定位不准，或是空间感不明。OK。那再来呢，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呢，他其实把家里的电脑当成是一个多媒体中心，他能把所有的音乐或者是照片或者是影音档都放在电脑上，而这些电脑呢，可能90%以上都是 Windows， 所以呢，我们的 Windows Driver 有提供一个叫 Beat Perfect 这种模式。什么叫 Beat Perfect 呢 ？Beat Perfect 就是我们把原始的资料原汁原味的输出，不经过任何处理。而这些发烧友、这些音乐爱好者，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不经过任何处理的 audio 资料，还有原汁原味的输出。OK，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左边这一块是一般的音效卡，那我开启个播放程式，播放下来之后呢，可能会经过这部分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或是我们的驱动程式，那可能会经过一个采样率的转换，或是浮点数转整数这样的一个转换，导致说再把整个 audio data 实际的硬体上做播放，那原始的 audio 的资料呢就会遭到破坏。那我们的做法呢？我们先开启一个播放程式，播放下来之后呢，我们会bypass，会绕过这些可能的处理，把原始的资料从后面的硬体上丢，进而达到所谓的原音重现。谢谢大家。那我们再请教练帮我们介绍达人主机赛的部分。我们谢谢 Penny。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筹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能够真正享受到数位流的好处，想要它的便利性。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它的声音，真的能够 PK 掉数万元级、10万元级以上传统的音响系统。那么这要怎么做到？那我们知道音效卡它本身就是 PC Hi-Fi 系统的一个核心了，但是它其实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个系统的 performance 会受到很多它周边的影响，包括你的环境的电源啊，你用什么档案去播，然后那个你播的东西，比如说你是播 Web 档呢，还是播 FLAC， 然后还有你后级喇叭等等的特性，你必须要去做调整。那其实因为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调整，所以其实说在改机方面，其实世界上很多人都很热烈的讨论。像 Essence 在 Head5
这个论坛上面，它光是讨论 Essence 的调教、换 OP、电源内容等等，它就有161页、2400多个 post 的讨论。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方面是有很多东西，那我们可以跟各位一起来探讨。那就我们改机对我们来讲，其实主要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改善，就是说你去做PP，你去做电源的 improvement 等等，那去提升它的心脏比去降低它的失真，让它声音变得更好。那这个是比较客观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很主观的部分，其实是你怎么去调音，你怎么针对你后端系统的特性，你怎么针对你content的特性，比如说你是以弦乐为主、打击乐为主、人声、男生女生为主，去调教你自己心目中的系统。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它这一块改机在各式同一台音效卡，它可能会经过这个动作，会发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那当然就是促成各位讨论，促成各位去 share 自己的压箱秘技，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代表说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因此，我们愿意投注除了开发产品之外，我们也愿意投注更多的资源。然后给所有的 HiFi 达人一个可以一展长才的机会，那也期待各位共襄盛举，给我们一个更好的 PC HiFi 环境。那这边呢，让我们的这一段介绍就到这边结束。那接下来是 Q&A 的时间。